大家好，延平 Mrs. Gary 现在正在自改一辆皮卡的房车，搞错了。也到了这个水电的阶段，因为箱体结构已经完成了。正好今天呢也介绍一下电的情况。房车呢，无外乎就几种充电的方式啊。行车充电就是用汽车的发动机转一个发电机，然后用发电机的发出来的电传到房车里面的这个负电瓶上。这个是也其实使用场景比较高，就是开着车的时候就可以把电充上了。这是一种。然后太阳能是比较绿色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单晶玻璃板的硬的太阳能光伏板，因为它的使用场景，它的使用寿命应该是20年、25年以上的。就和其他的户用储能和分布式光伏的这个情况一样，就相同的一个太阳能板。这个也是比较绿色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我是觉得很适合自驾的场景，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越来越多的直流的充电桩，包括国家电网，对吧？各种各样的高速服务区，然后室内都有。那所以我觉得房车快充也是房车比较重要的一个电力的补充来源，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48伏系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想利用，我想实现可以在380伏直流充电桩取电的一个原因，并且呢其实很多的人改房车，它是用一个直流转交流，并且用交流220伏输入到这个充放电一体的逆变器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假的快充形式，它的上限我觉得应该就是2000瓦左右吧。那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用380伏直流充电桩上的高压直流直接转行车电瓶上的低压直流。以我这个房车为例，那就是48伏的磷酸铁锂。那我们就需要一个设备，就是快充的设备。所以我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快充的设备，线径可以看出来还是相对比较粗的，并且这也是在我是48伏锂电的情况下，线径还要这么粗。如果说12伏的话，基本上首先12伏系统基本上没有办法用快充设备，其次即使用的话，它线径应该是成倍数的一个加粗。就是刚才絮絮叨叨说完了一些房车的电压充电方式，包括快充设备。那我也正好介绍一下我现在在做的事儿，就是我在连接这个，看一下，我正在把这个快充的转接头在这个房车上面开孔。快充的这个输入呢，一共是2种方式，一种就是这种7孔的设备这种虽然也是充电桩，但是它充的速度比较慢。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最理想情况下就是380伏的9孔直流的充电口。所以2种方式，并且呢我也准备了这个转市电的接头。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可以在一些偏远地区，相对充电设备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可以用这种市电转那种7孔的充电桩，然后充到房车里面。但这个效率呢，就是受制于这个7孔的一个基础的功率上限，包括充电设备一个上限吧。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就每小时2度电左右。然后呢，那个9孔呢，9孔的设备。我这个车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每小时可以充5度电。现在还是说回刚才的我现在就要开孔了。刚才开了一个这个9孔的口，那现在我也要继续开7孔的口并且我也顺便介绍一下我的这种连接方式。实际上呢，这么一个快充头呢，它虽然也有盖子，但你看啊，这是 IP54 的，它是防尘防淋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防水其实性能比较薄弱，所以我也正好买了一个这种防水的市电的
插座盒，这种可能是家用的，但是我觉得正好在房车上也没有那么违和，并且我选了一个配锁的，这样也相对来说更安全了一些。尺寸我试了一下是完全可以，但需要说是在有的地方再裁个孔啊，对吧？相对扩宽一点，整体来说问题不大。那我现在继续。所以现在2个充电接口的洞已经开好了，那现在就是用胶钉子给它固定上，然后里面再连上快充设备。现在2个快充桩已经连上了，但是我还没有固定。在固定之前，我还是想测试一下，因为我这一块没有一个9孔的380伏的充电桩，所以我只能测试一下这种市电转7孔的接头。这种是一个相对效率低一点，但也还好吧。我测试一下现在效率能有多少，看一下啊。输入电流现在是40多安，2.3千瓦，也还好。至少说这个设备是运作的，每小时充2度电。所以我现在呢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接头去接上。在固定完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完以后，对吧？它边上实际上是卡住的这样时间久的话肯定会裂，所以我决定要在这儿开一个豁口。就是类似这种问题，也是我改装房车过程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这次呢很多东西是自己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去分批采购的，就是这种比较好的点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比较灵活，我可以采购各种各样的设备，或者说按自己的需求去订购，这样的话去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落实达成，这种感觉还是比较让人兴奋的。但不好的点就是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兼容性的问题，所以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这种问题。但我觉得只要结果是理想的情况，过程中麻烦一点也没有问题。对，刚才切割也打磨了一下，现在这个盖子可以开全了，那就可以安装上了。那现在呢，2个快充头就已经都安好了，还是比较完美的，并且边上也都用这个密封胶打上了，这样也比较防水。所以也总结一下吧，就是我觉得快充还是我比较建议去安装的一个设备。如果主要的一个目的地是在干线网络、高速国道、城市这种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充电桩现在随地都有。因为现在还是在改的过程中，只能说是改一些去分享一些，后续的话我觉得改完以后真正行驶一段时间，我觉得会有更系统的分享，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们订阅关注，谢谢，拜拜。